美国总统拜登10号抵达河内访问，这是其任内首访越南。美媒甚至形容这是一次历史级的访问。在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后，双方宣布将美越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作为拜登访问河内的议程之一，美国和越南半导体、科技和航空领域的顶级企业高管11号举行会议，寻求达成新的合作。根据白宫发布的通稿，美国总统拜登11号分别与越南总理范明政、国家主席武文赏、国会主席王廷惠会面。随后，拜登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美越两国行业领袖召开了创新和投资峰会，讨论了扩大技术和经济合作的优先事项。拜登强调了发展越南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路透社报道称，参会的美国科技公司包括谷歌、英特尔、安靠科技、美满科技、格罗方德半导体和波音。越南企业则包括电动车制造商 VinFast、越南航空、软件公司 FPT、电子钱包服务商 Momo 以及互联网公司 VNG。外界注意到，白宫在会议举行之前发布了一份声明，除了波音飞机等几个大单外，声明重点强调了美国公司在越南的半导体相关投资，包括美国芯片制造商美满电子科技将在越南胡志明市建立一座世界级半导体设计中心，美国电子设计自动化公司新思科技则将与位于胡志明市的西贡高科技园区合作，启动半导体设计和孵化中心。美国安靠科技在河内附近投资16亿美元的新工厂，将于下个月开始运营，用于组装、封装和测试芯片。两国还宣布在越南启动全面的劳动力发展计划，共同开发半导体组装、测试和封装的实践教学实验室及培训课程，由美国政府提供200万美元初始种子资金。观察指，美越积极开展半导体合作是各有所需。美国为寻求供应链去中国化，意图将越南拉入自己的阵营，推动所谓友岸外包；而越南则希望通过美国注入更多资金，让其实现从传统加工制造业到高新技术业的转型。但舆论普遍认为，双方的合作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且难以达成具有实效的成果。一方面，美国的所谓友岸外包战略指的是将供应链集中在拥有相同理念的地缘政治盟友中，但从政治上看，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美越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上有明显不同，并不符合美国的友岸外包条件。从经济上来看，目前越南向美国的出口很大部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转移到越南的转口贸易。越南的经济增长与中国的产业转移进程、产业结构调整高度相关，因此成为美国友岸外包中的一环，也并不符合越南的经济利益。要做到友岸外包，越南没有自身那么强的科技研发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的芯片产业链的制造能力，同时它本身的市场也是非常狭小的，也无法或者也不可能承接所谓从中国转移出去的这种产业链。同时呢，应该说越南自身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的过程中，其实是跟中国大陆的经济产业链是紧密相融合的，更离不开中国的原材料或中间材料的供给，以及中国这个市场的返销。从越南的角度来说，短期内通过美国企业的投资和合作，想要成为芯片制造中心也非常困难。路透社的报道直言，越南存在许多硬件条件的不足，缺乏训练有素的高技能工程师就是个硬伤，势必阻碍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东盟商会就表示，越南近1亿人口中只有5000到6000名芯片硬件工程师，而未来5年的人力需求将达到2万人，未来10年则高达10万人，人才缺口之大不容忽视。正因为高端人才短缺，核心研发能力不足，越南近年来意图通过运作资本，实现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弯道超车。此次参与创新和投资峰会的，就包括越南造车新势力 VinFast。这家新能源汽车公司今年在全球市场可谓大起大落，由越南首富潘日旺亲自操刀 VinFast 上市以来，股价一路狂飙，市值逼近20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特斯拉、丰田的全球第3大汽车业巨头。讽刺的是，被称为越南本土真正民族汽车企业的 VinFast， 越南研发人员不多，主要靠的是挖来丰田汽车等传统汽车品牌的顶级工程师，并通过大量的广告营销，把自己包装成高端车企。然而，根据该公司自行披露的车辆交付数据，截至今年6月，整整5年期间，只卖出去了1.8万辆新能源汽车，而中国公司比亚迪的销售数量是500万辆。
去年 VinFast 实现营收仅6.34亿美元，净亏损21.12亿美元，这也让这家企业在美股遭遇滑铁卢，市值一夜间蒸发1000亿美金。VinFast was started by Vietnam's wealthiest man, Pham Nhat Vuong. VinFast was founded in 2017 and began selling cars in 2018. And they would continue with that fast-moving trajectory, delivering their flagship car, the VF8, in 2022. Now, considering that that's during COVID, a 5-year path from inception to full-blown flagship EV production is not just fast, Nolan. It's VinFast. What? 观察认为 ，VinFast 面临的现实困境正反映了越南高端制造业正经历拔苗助长式的阵痛，而高端劳动力的短缺始终是瓶颈。这一障碍不克服的话，越南难以实现发展成半导体产业中心的雄心。美媒高度关注此次拜登历史性访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越南外交部副部长何金玉的话称，此访非常特别，因为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应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报道还提到，更重要的是，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越南对外关系的最高级别。这也将越南与美国的关系提升至同中国、俄罗斯、印度和韩国等4个国家关系的同等级别。美越关系又一次升级。也意味着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尤其是印太战略这个版图中的话，越南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此同时，也意味着未来美越关系的话，肯定还会进一步的在多个领域的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那么同时呢，也会对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的话，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媒纷纷渲染，这使得华盛顿与北京、莫斯科平起平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关于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中方也注意到越方多次强调，发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越南的外交优先方向，也是越对外交往的头等优先。中方认为，各国发展双边关系不能针对第三方，不能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我们要求美方处理与亚洲国家关系时，必须尊重地区国家求稳定、促合作、谋发展的共同心声，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摒弃霸权和冷战思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美国海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停靠越南中部城市岘港进行访问，这是美国航母3年来首次到访越南。外界也猜测美越会否升级为军事同盟，但美国《纽约时报》指，越南不太可能加入针对中国的联盟，因为其奉行不加入军事联盟、不结盟对抗另一国、不允许外国在越南境内建立军事基地、不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政策。一名越南人文社科大学讲师则对日经亚洲评论表示，河内对于美国干涉越南内政，尤其是人权等敏感问题，心存疑虑。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美越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阮富仲在与拜登共同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这段关系做出了明确阐释，将越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主要界定在了经贸、投资和科技合作领域。此外，越南方面在宣布提升双边关系的新闻稿中，呼吁华盛顿不要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要采取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一方面说明河内并不愿意为华盛顿火中取栗，另一方面也说明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危险性心知肚明，并充满警惕。不结盟，尤其是不跟像比如美国这样的域外大国结盟，这一直是越南的军事战略的，或者甚至是一种基本的国策。我想越南应该也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做出的一个理性的评估之后来得出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理性的判断，也不会在短期内因为美国的拉拢也好，或者是其他一些形势的变化，突然会被颠覆或者推翻。而且这样的话，应该说也有利于越南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观察指出，从越南方面的态度来看，拜登此次高调访问，实质性成果相当有限，更多只是展现一种象征性姿态。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分析则认为，实际上拜登选择此时出访越南，并带回与该国关系升级的消息，也有缓解其焦灼的2024选情的考量。Those polls not only showed low job approval ratings, but also voters were concerned about Biden's age. So the White House will actually, I should say, Biden's campaign put out an ad
actually the same day that the president left for this trip. In it, they were trying to show that, look, these trips aren't easy, that he has the stamina to continue this job, that he is trying to be presidential and bolster relationships with key allies on the world stage.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总统今天结束访越，美媒称加强半导体和稀土合作是一个看点。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其实我一直认为，美国推出的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正在导致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以及地缘经济格局大重组。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大重组的表现就是美日、美韩、美澳同盟的升级与再造。地缘经济格局的大重组，主要表现为以芯片行业为主的产业链条大重组。这一动作在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麻烦的同时，也让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看见了见缝插针、取而代之的机会。而且对于美国来说，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大重组才是真正的目的，地缘经济格局大重组往往还只是手段。拜登政府往往是以地缘经济格局大重组为诱饵，吸引印太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加入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大重组。拜登这次访问越南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手段。那么众所周知，越南将自己的对外关系分为了3个层级，最高的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次是战略伙伴关系，再次就是全面伙伴关系。因此，美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升级，而是直接跳级。而这显然又是跟拜登向越南送出的大礼密切相关，也就是宣布将与越南在半导体和稀土领域开展新的合作，而后者正是越南梦寐以求的。也就是说，拜登给出的诱惑足够吸引人，才使得越南同意将美越关系跳级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拜登政府这次为什么要极力拉拢越南呢？确实，拜登这次在美越关系上不仅是花了心思，而且是下了血本的，甚至为了突出美越关系的重要性，还不惜得罪了区内的其他国家。因为在拜登访问越南之前，相关国家在印尼召开了东盟峰会与东亚系列峰会。然而在两者时间间隔如此短的情况下，拜登却放了东盟峰会与东亚系列峰会的鸽子，先是前往印度出席了20国集团峰会，然后又调转头来访问了越南。这就不仅得罪了印尼，更得罪了整个东盟。而且得罪印尼与整个东盟，以突出越南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也正是拜登政府想要看到的结果。而在我看来，拜登这种亲疏有别的做法，一个方面是因为美方已经意识到了东盟这个集体已经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中立立场，转而投入到旨在遏制与围堵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大重组当中。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东盟这个集体不会加入印太战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放弃拉拢东盟的幻想，转而选择从东南亚的个别国家身上下功夫，以寻求突破。另外一方面，这是因为越南与菲律宾一样，跟中国都存在着南海岛礁争端，也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讲，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菲律宾与越南是比较容易上钩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搞定菲律宾之后，就一定会把手伸向越南。那您认为美越关系还能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升级为军事同盟关系吗？我认为，除非南海局势发生突变，否则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要知道，虽然越南将美越关系跳级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先后跟越南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分别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和韩国，美国只是其中的第5个国家，而且还是个后来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越南将越美关系跳级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只是其惯常使用的外交平衡战略的一部分，也就是把美国拉进来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其他大国对越南的影响力。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美越之间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相互猜疑。跟菲律宾在意识形态与安全上导向美国，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不同，
越南只是在安全上，或者说是在南海岛礁争端问题上有求于美国，它不仅在经济上有求于中国，而且在意识形态上跟中国基本上相同。也就是说，越南在跟美国耗尽的时候，始终留了一个心眼，担心美国随时对其打出意识形态牌和人权牌。我想，这就是越南在接待拜登访问之前，会先行接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访越的原因。这显然是要告诉美方，越南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之间是有着特殊关系的，这种关系是越美关系取代不了的。美国总统拜登在越南访问时召开的记者会上透露，G20峰会期间曾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了简短交流。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号的记者会上证实相关信息。对于拜登的涉台言论，中方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来决定，不容任何外部干涉。拜登在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了演讲，多个议题涉及中国以及中美关系。拜登表示，此次访越并非为了遏制中国，自己很真诚地想處理好與中國的關係，不希望與中國脫鈎，而是能夠與中方建立可預測性的雙邊關係。It's not about containing China. It's about having a stable base in Indo-Pacific. 拜登还透露，在 G20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了互动。中美高层之间的交往向来都是会吸引全球的目光。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中美双方进行了怎样的互动，也成为了外界高度关注的话题。在1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就此进行了询问，发言人毛宁证实了相关消息。李强总理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在会场同与会的美国总统拜登等多国领导人进行了简短交流。李强总理向拜登总统强调，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中美两国应加强交流。拜登总统表示，美方希望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不会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中美关系，拜登还谈到了中国经济，再抛唱衰论，微称中方面临所谓经济困境。As I said, we're not looking to hurt China, sincerely.We're all better off if China does well. China does well by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grows the economy. 事实上，李强总理上周在出席联场峰会时，均强力驳斥了所谓唱衰中国经济论，阐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与稳定性。他在出席 G20 峰会时强调，发展是 G20 的最大挑战，办好当下的事，才有未来的好。他也向世界发出邀约，共享中国机遇。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拜登没少在中国经济上操心。8月10号，拜登在一场政治募捐活动中声称，中国经济面临困境，年均增长率在2%左右，甚至以所谓定时炸弹的极端言辞形容。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拜登的危言耸听在国际层面引来不少关注和担忧。然而，就连美国媒体都指出，拜登提及的若干数据存在明显错误。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并不是基于稳健而扎实的事实证据，更多的带有夸大甚至臆测的成分。事实上，在拜登发表相关言论前，不少权威机构已就中国经济发布预测。世界银行6月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指出，2023年中国实际 GDP 增长率预计为 5.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对中国2023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为 5.2%。有分析指出，拜登政府之所以屡屡就中国散布负面及不实言论，主要意图之一在于借此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尽可能地阻碍国际合作对中国发展形成助力。8号，美财长耶伦在出席 G20 峰会期间，再就中国经济表态称，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疲软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但同时他认为中国有政策空间应对这些挑战，中国的这些问题不会对美国产生重大的直接影响。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是看空还是唱空中国经济，更多的是基于他们对于我们去年和今年同比增速的一个质疑。我觉得目前全球的经济都在下行，所以不是一个说比更好的时代，而是我只要比你好，我就是好的。
而讽刺的是，数据显示，反而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形势难言乐观。IMF 于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发达经济体是2022年到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IMF 预计美国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2.1%放缓至2023年的1.8%，2024年进一步放缓至1.0%。具体从贸易来看，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降温，6月份的进口已降至19个月以来最低水平。从制造业活动指数来看，美国制造业活动已出现连续第9个月收缩。从消费者信心来看，多项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对经济形势心存忧虑。耶伦也在7月10公开承认，美国经济存在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少美国政客在大炒中国经济衰退论，但美国商界的反应却完全不同。美国高科技产业，特别是半导体行业巨头们，正努力加大对白宫施加政治影响，因为他们不想失去中国的庞大市场，而联合呼吁美当局采取更有节制的方法，敦促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立场。美国媒体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分析似乎也比较克制。纽约时报的文章强调，在过去10年中，美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约22%，而中国做出了约40%的实质贡献。预测表明，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还将继续上升。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美国是否正在误判中国经济走势的文章，则指出，最近在关于中美两国经济运行趋势的判定上，美国白宫、媒体以及企业界方面传递出一系列的颇为混杂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中美之间究竟哪一方经济更具健康与活力，而谁的经济已经或终将陷入困境？我们长期关注美国的数据，美国目前的话，它之前是由于劳动力就业市场非常紧缺，也就是很容易找到工作，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导致它的这个消费端一直是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过程中。但我最近在看它的劳动力数据，实际上劳动力就业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我从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国的就业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转折。那依靠就业市场来带动的这个消费端可能还会持续回落。在谈到中国经济的同时，拜登还借题发挥称，中国大陆不会在经济遇困时对台动武。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在11号作出严正回应：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来决定，不容任何外部干涉。有分析指出，拜登访越期间的有关言论并无新意，延续了其一贯的对华策略。一方面强调不脱钩，但同时又在台海等议题上继续施压。就在9号，美国约翰逊舰、加拿大渥太华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称，此举是执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展示美国及其盟友对维护一个所谓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当日表示，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警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11号报道，台防务部门表示，大批解放军舰机连续2天在台岛周边活动。自10号上午6时起至11号上午，解放军各型军机26架次在台海周边活动，另有军舰13艘次配合执行联合战备警巡。而11号上午5时起，解放军歼16、苏30、空警500及无人机等各型机计13架次在台岛周边展开行动，其中11架次越过所谓海峡中线延伸线。报道还称，解放军山东舰航母编队位于台鹅銮鼻东南60海里朝东航行，进入西太平洋航训，这是山东舰距离台湾地区最近的一次航行。今年4月8号至10号，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南部、台岛以东海空域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山东舰航母编队作为体系力量参与环岛演训，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有分析指出，解放军一系列环岛演练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在两岸
相对紧张的状态下，美国西方国家依然在递刀拱火，对两岸局势构成大的影响。我想解放军有能力、有信心，有态度，让台湾海峡变成和平之海、宁静之海。同时呢，也对任何西方势力的介入，用自己的能力，包括实战水平，向一切外来势力说不。东方经济论坛10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普京周二将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那您对此有何观察？我觉得这次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对俄罗斯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因为之前我们知道俄罗斯一直以来有几个在不同的重要的城市举行的这种国际性的经济论坛，它可以说是俄罗斯这个经济外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活动包括我们说看到5月份的这个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还有这个每年的9月份左右的这个远东的经济论坛，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说在这个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继续召开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那么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它要显示俄罗斯仍然在这样的一种困难的局面下仍然在力主这个经济发展那么实际上并没有被这个西方的制裁所完全的压倒。另一方面他也希望给这个外界一个明显的信号，那么就是俄罗斯仍然致力于开放，仍然致力于和其他的国家进行这个全方位的合作重要的就是经济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方面我们看到了有这个友好国家代表，有这个非友好国家代表。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论坛还主要是以经济发展为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这样的国家可能都被在邀请之列。但是我们也能发现这次的这个论坛明显各个国家的这个代表团的团长的规格要比以往有所下降那么可能是少数几个国家会派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那么也是凸显了俄罗斯现在在整个这个国际社会中面临着相对比较困难的这样的一种局面。俄罗斯虽然受到美西方极限制裁，但第2季度经济增长仍达4.9%。那在此背景下，论坛对俄罗斯推进对外合作有何意义呢？我们说俄罗斯的这个 GDP 的经济增长其实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指标，去显示它在整个这个比较困难的这种国际局势下政府所做的努力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也是俄罗斯的整体的经济结构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俄罗斯最主要的就是拉动经济的引擎，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消费那么实际上在国内的消费这方面它仍能保持着一定的这个增长的速度。那么在出口的方面，由于俄罗斯它的出口大部分还是这个大宗商品所以我们说大宗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尽管现在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各种各样的制裁，但实际上俄罗斯的大宗商品的出口量其实还是并没有显著的变化那当然价格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有些商品比如说像粮食这类的，它是有这个刚性的需求的。所以我们看到这2点也是支撑俄罗斯这个经济不至于在这个西方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说这个变得更糟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不同的计算的货币的计算这个方式下可能会显著不同。比如说用卢布的计价还是用这个美元去计价这个 GDP 还会有很大的区别的。当然我们联系到现在卢布对这个美元的这个汇率的这个迅速的下降，迅速的贬值所以我们看到未来俄罗斯的这个经济能否维持现在这样的一种速度那么其实还是要值得这个特别关注的。普京除了发表致辞，还将有一系列外事活动。那么俄罗斯希望对外释放何种信号？普京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远东经济论坛，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会释放出来吧。第一个就是首先要证明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那么从国家元首上至国家元首，下至这个地方政府，就是特别非常重视自己这个传统的这种经济外交的手段。那么也是不论在国际局势怎么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要坚持来做这样的一种我们说一种措施。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普京也要向本国的民众还有这个整个国际社会要显示他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控制力那么他的个人的影响力
也会在这个经济论坛上有所显示。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现在俄罗斯面临着相对比较困难的局面，但它仍然能够去召集这么多国家这样的代表来举办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种经济的论坛，那么其实也是凸显了整个俄罗斯政府包括普京在内对整个现在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这么一种信心。韩国总统尹锡悦在 G20 峰会上表态，加强对乌经济援助。日本外相林芳正刚刚也突访基辅，那您怎么看日韩的最新动作呢？就是我们看到日韩呢是这个美国的传统的盟友但是这种盟友的关系更集中在这个东亚的地区。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在俄乌冲突发生的欧洲的部分来讲，日韩传统的它的这个关注度是相对这个欧洲的国家要小的很多的但是作为美国的这种邻国。这个盟友，那么同时也是这个在国际社会中的我们说西方国家的重要的成员这两个国家其实也在整体上来讲保持着和西方一致的对俄的这种论调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高层韩国的高层，那么对这个乌克兰进行的这个出访，还有近期一系列的承诺，其实就是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立场。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次的 G20 虽然没有通过相关的这种对俄谴责的这样的我们说内容吧，最后在这个决议中宣言中没有体现出这样的一种内容，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体的氛围其实并没有变化。这里面发挥最主要作用应该还是就是印度那么印度其实作为这次 G20 的这种主席国，那它在里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也知道，印度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持着相对中立的态度的。那么对于美西方国家来讲，也需要这个印度做出一种这个姿态。那么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也希望这个印度能够站在自己的一边。现在我们看到印度其实在这个方面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外交的斡旋余地的那么他做出这种比较中性的选择，也是最大限度的要利用自己的这一立场来获取最大这个可能的外交利益。好，谢谢刘旭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第8届东方经济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召开，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将出席论坛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也将出席论坛。朝方与俄方11号证实，应普京邀请，金正恩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两人还将举行会晤。而韩国媒体援引本国情报部门的说法报道称，疑似金正恩乘坐的列车已于11号出发。第8届东方经济论坛10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为走向合作、和平与繁荣。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00名代表参加本届论坛。11号主要启动商务日程，备受外界瞩目的全体会议将在12号举行。根据俄罗斯总统府网站发布的消息，11号至12号，俄总统普京将对弗拉迪沃斯托克所在的俄远东联邦区进行工作访问。普京将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根据普京的倡议，为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俄罗斯从2015年起每年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东方经济论坛。本届论坛将总结普京下令发展远东地区10年来的工作成果，并将讨论促进该地区发展的相关规划。东方经济论坛呢，它已经办了许多届了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呢有2个一个呢就是开发远东地区，那么第2个任务呢实际上也通过这个东方经济论坛，那么来和亚太的这个国家来保持这个沟通和联系，争取他们的投资，争取发展以他们的经济关系。那么我想这一次呢，俄罗斯的目标可能主要还是放在这个传统的发展远东的这个规划上面来。那么相对来说呢，对外经济合作的一面有所弱化，但是呢，我想其实俄罗斯还是在积极的努力包括发展和中国的这种经贸关系，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经贸关系，我想仍然是它东方经济论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外交部上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10号至12号赴弗拉迪沃斯托克市出席此次论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说，东方经济论坛是亚太地区各国凝聚合作共识、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深化中俄东北远东合作，
共同促进本地区发展。据俄卫星通讯社报道，10号下午，由张国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莫斯科共青团报报道说，中国一直是俄转向东方的关注重点。当前国际形势下，俄希望借东方经济论坛进一步深化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合作。有分析认为，俄罗斯现在需要重建产业链，扩大对亚洲市场的出口，尤其是加大对该地区的能源出口力度，并且寻找更多合作渠道。从这2年中俄产业链对接、经贸保持高速增长，以及俄罗斯与印度等国能源合作大幅增长，都能看出俄转向东方政策取得了实际成效。这几年呢，应该说中俄的经贸合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那么连续几年都是在增长那么包括今年其实增长的额度是非常的巨大那么我想这也体现了中俄经贸关系首先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另外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发展的潜力我想对中俄两国来说呢，未来发展经贸关系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而西方舆论更为关注的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否将在东方论坛期间前往弗拉迪沃斯托克与普京举行会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11号表示，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金正恩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朝中社11号也报道，金正恩将前往俄罗斯进行访问。韩国政府一名官员11号向韩联社透露，情报部门掌握疑似金正恩乘坐的列车正在开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另一名高官也透露，金正恩似乎已经离开平壤。韩国 YTN 电视台甚至报道称，金正恩与普京会面最早可能在13号举行。俄媒注意到，俄罗斯总统府公布的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的具体日程安排中，并无与金正恩举行会谈的行程。不过，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1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俄方期待金正恩近期前往俄远东地区进行访问。俄远东联邦区一名政府消息人士称，金正恩可能近期访问该地区，不过他未透露具体细节。报道还称，俄方早就在对金正恩访问做准备。2019年4月24号，金正恩乘专列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平壤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距离约为1200公里，专列花了20多个小时抵达。专列是朝鲜3代领导人出访海外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据韩国媒体透露，金正恩的专列1号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80公里，但出于安全考虑，最高领导人乘坐时会以低速行驶。专列不仅具备防弹防爆功能，还配有可抵挡恐怖袭击的各种安全设施。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车厢里，地板铺了一层厚厚的钢板，即使铁轨上安装了爆炸物，也能够抵抗住爆炸的冲击。为了在发生紧急状况时快速撤离，货舱内还载有防弹车。朝鲜的中央电视台曾公开过专列的内部情况，从画面中可清晰辨出，其中一间看似办公室的车厢，两边陈设了黄色的沙发，前端放有办公桌，桌面左侧放置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右侧有个透明烟灰缸，中间整齐摆放着众多文件。据介绍，在行驶过程中，领导人可以使用卫星电话。关于金正恩访俄的猜测，最早是《纽约时报》本月4号援引不具名美国及其盟国官员的消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随后在5号发出警告称，朝鲜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将使他被国际社会唾弃，而且会为此付出代价。现在呢，这个俄乌战场上应该说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它的武器弹药的消耗都是非常的巨大。那么俄罗斯虽然说它的军工体系比较的完整但是呢，这么大量的消耗，它也需要更多的这个来源来补充它的这个弹药。那么恰恰呢，朝鲜生产大量的可以使用在数字武器上的这个弹药所以呢，我想确实有可能那么同时呢，我想双方也会讨论其他一些军事技术合作方面的内容。刚结束的 G20 峰会联合宣言并未在俄乌问题上点名批评俄罗斯，引发乌克兰的强烈不满。但多国随后通过行动安抚乌克兰。德国外长贝尔伯克11号抵达基辅访问。在 G20 峰会召开期间，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将为乌克兰提供23亿美元的援助。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更是在此期间访问乌克兰。有分析称，日韩两国争先恐后提出援助，不仅是想追随美国的脚步，还想在乌克兰重建的问题上占得先机。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10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表示，到2024年，韩国将为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援助，2025年以后再援助20亿美元以上。
尹锡悦还说，韩国将与国际社会携手落实包括国安、人道主义和重建领域的全面援乌项目。韩国总统室表示，此举旨在展现韩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带头支持乌克兰恢复和平的面貌，也为参与乌克兰重建工作打造基础。外界注意到，这是尹锡悦自今年7月以后再次公布向乌援助的方案。有分析认为，韩乌之前讨论过乌克兰战后重建的话题，当时乌克兰主动提出来的重建援助金额是200亿美元。随后，韩国总统室高级官员透露，韩国民间以及公共组织预计会帮助乌克兰战后重建，而重建的金额将至少达到520亿美元，直接翻了2.5倍。韩国如此援乌，很大可能也是想着更大程度的获取乌克兰关键设施重建的巨大利益。而在韩方宣布援助乌克兰的前一天，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突访基辅，与乌外长库列巴和总统泽连斯基分别举行会谈，介绍明年初在日本召开日乌经济重建推进会议相关情况。林芳正强调，日方将继续支援乌克兰，并强化对俄罗斯制裁等。报道称，这是日本外相首次访问基辅。晚些时候，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双方同意就双边安保协议展开谈判。林芳正在9号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称，作为今年的 G7 轮值主席国，日本将致力于推动 G7 向乌克蘭提供援助，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等议题。日本重申与乌克蘭共同前進的決心，直至烏克蘭恢復和平。こうした状況の中で、日本は G7 のをはじめとする同志国と共にですね、このウクライナをしっかりと支援をし。林芳正承诺，日本外务省将成立新的部门，负责帮助乌克兰重建经济等事宜。日经亚洲称，为推动日本私营企业参与重建，多名日本商界领袖组成的代表团与林芳正一同访问了乌克兰，其中包括日本电商巨头乐天公司 CEO 三木谷浩史和医疗设备公司 Allen 总裁板野哲平。共同社称，迄今为止，日本在扫雷和重建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向乌克兰提供了支持，援助总额已经超过76亿美元。但是今年以来呢，首先一个是日韩明显的加大了对俄乌冲突的这个介入的力度啊，包括在外交上发声，包括在军事上提供援助等等。我想呢，这也是日韩两国进一步来向西方靠拢，同时呢，通过经济手段来加强对乌克兰的这个影响。我想呢，其实对于日本包括韩国来说他们这些商业界的经济嗅觉应该是非常的灵敏，他们实际上在提前布局为未来战后的这个参与乌克兰的重建，包括经济的恢复，那么来打一个基础。另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并表示德国坚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是俄乌冲突以来贝尔伯克第4次访问乌克兰，所以外界猜测德日韩同时向乌克兰表达支持，也有安抚的意味。因为与印度举办的 G20 峰会周六发布了联合声明，在涉及俄乌冲突的部分中，并没有谴责俄罗斯，这引发乌克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奥列格·尼科连科当天发声称 ，G20 集团没什么值得自豪的。所以德日韩最近的一系列动作意在表现，他们虽然没有在联合声明上谴责俄罗斯，但实际行动却在支持乌克兰。北约也在近日展开联合军演，9号起在波罗的海举行为期2周的年度北方海岸海军演习。此次军演共有来自14个国家的约30艘军舰和3200名人员参加。演习的主要区域为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海岸附近。北方海岸联合军演是欧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之一。今年的演习首次将重点放在高端战争和北约盟国的集体防御上。在接下来的2周内，北约海军将进行2栖作战、防空、海对陆打击以及确保海上航线安全等行动的演习。参加此次北约军演的国家包括波罗的海沿岸的全部北约成员国，以及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法国等成员国，瑞典也受邀参加。这个1年1度的海军演习从2007年开始举行，德国、丹麦、瑞典和芬兰轮流担任主要策划者，今年由德国领导。参与军演的包括1艘潜艇在内的大约30艘舰船，大约20架飞机和各个登陆部队。
德国海军最高指挥官斯特凡·海施上将表示，最大的挑战在于后勤，这涉及与来自14个国家的众多单位进行协调的问题。我们看到，应该说参加这个演习的国家还是比较的广泛啊。我想呢，在波罗的海演习显然是有对俄罗斯来进行威慑的这方面的考虑啊。同时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波兰包括这个立陶宛跟白俄罗斯的边境形势也是比较的紧张啊。我想呢，北约现在这个节点，那么在邻近的区域来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呢，实际上也是有对白俄罗斯施压的这样的意味在里面。这场军演还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军演表明北约国家希望通过军演向俄罗斯发出威慑信号。比利时布鲁塞尔时报分析称，这样的演练让俄罗斯知道北约国家保持高度戒备的同时，还能鼓舞北约波罗的海成员国的士气。路透社称，俄罗斯和北约在该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对抗态势，进一步加大了地区不稳定。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称，波罗的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波罗的海地区是欧洲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空区。波罗的海航线也是北约通往芬兰和其他波罗的海成员国的主要补给线。北约有意在波罗的海的军演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专家指出，北约一系列动作也使得欧洲的安全秩序更加失衡，对抗风险升级，成为地区安全的重大挑战。7号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孙中山先生故里举行，2000多名海峡两岸人士齐聚一堂，共话孙中山精神对当代两岸关系发展的启示。台湾资深媒体人、暨南大学讲座教授黄志贤也应约出席论坛，并接受了深圳卫视专访。常年往返两岸的黄志贤认为，孙中山先生的宏伟理想在大陆已经大体实现。像中山论坛这样的论坛非常有意义，因为中山先生他确实就是两岸的连结，而他的理想在台湾现在是被丢在地上不要的，可是在大陆却已经是被实现，而且远远超过。我从小我们读的教科书就是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做快快乐乐的小学生。然后呢，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要发扬中国人的精神。到这里看啊，原来都已经实现了。黄志贤的家庭来自台南，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深绿家庭。其兄长、堂弟都任职于民进党当局，而他却活跃在岛内反台独一线。这与黄志贤从小到大对于孙中山精神的认同，以及对民进党挑动族群和阶级对立、大搞去中国化的厌恶有很大关系。在黄志贤看来，民进党当局通过舆论操弄，将台独意识形态渗透至岛内的各个层面，导致两岸交流受阻。这个阻挠从李登辉时代就开始，之后的陈水扁，之后的蔡英文，其实都是延续着那个台独的思想论述走。他们每一天都在做，在我们睡觉休息，我们在吃饭聊天，我们在参加论坛的时候，他们仍然在开会，要讨论我下一版的课纲要怎么样更台独。陈水扁是2000年那个时候就开始下条子给所有电视台，你报道大陆的时候前面要加中国，啊，比如说广州以前我们叫大陆广州，很正常吧？那你哪一个主播来不及改口，他明天公文就说几点几分什么节目什么台什么节目什么主播你讲错了，立刻改正。那你这样久了，是不是大家每次连看新闻，连看气象都被你洗脑？哦，原来那叫中国广州，所以我就不是中国啊。他直接攻你的潜意识。作为岛内资深媒体人，黄志贤也是民进党当局操弄舆论的受害者。2016年7月，黄志贤主持的问政节目在台湾中天电视开播。由于节目主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电视台高层迫于压力关停该节目。然而，中天电视台也没能逃过民进党毒手。2020年11月，由民进党操控的台湾广播电视主管机构决定不予中天新闻台换照许可，导致该电视台被迫退出有线电视，改为网络电视台。黄志贤认为，正是因为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操弄，导致许多台湾青年成长为天然独。他进一步警告，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的报道渗透台湾社会，美西方对于中国大陆的刻板宣传和报道也会影响台湾人的认知。西方对中国的宣传啊，它不是刻板而已，它是非常的恶毒，非常的恶毒，无中生有。抹黑泼粪，无所不用其极。那可悲的是，台湾所引用的国际新闻，甚至台湾引用的大陆新闻，很多都是用 CNN、BBC，
好，那台湾自己派驻大陆的一些记者，我如果报道中国大陆正面的，我回去我的长官不给我发稿，所以整个的社会氛围就是共助，从教科书、从法律、从政府的公告，好，全部，然后美国每天在骂大陆，民进党在骂大陆，政府骂大陆，连课文都在骂大陆，你就会被教育，大陆就是不好的。黄志贤也呼吁，岛内有识之士以及切实感受到祖国大陆发展成就的台湾年轻人，不要害怕说实话、说真话，应该将大陆的真实面貌告诉岛内民众。他认为，随着两岸交流越发深入，民进党舆论操弄必将失去市场，两岸走向统一将水到渠成。交流还是必须，因为只有维持不断的交流，你努力10分，可能只有1分收获。可是你不努力没有收获，而且你要保留交流的火种，以备将来统一的时候，两岸更好的融合。